自己动手，我们的草坪终于铺好了，大家看看效果如何？可就在1个月前，这里还是坑坑洼洼、乱七八糟的旧草坪。嗨，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来进行自己 DIY 铺草坪的硬核挑战。其实在家里铺草坪也不是一件难的事情，只要做好下面这几点，就绝对不会踩坑，可以做的跟专业人士一样，完全不用请人，不用花这个冤枉钱。下面我将跟您分享家庭铺草坪的6个步骤。铺草坪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把准备要铺草坪的地块平整好。首先是要把地里的杂草、石块除掉。虽然之前我们花了380美元请花工帮我们把旧的草皮除掉了，但是2周时间过去了，又有不少杂草长出来了，所以我还需要再清理一遍杂草。终于把草除完了，挖出来一大桶的草。把杂草和石块清除之后，还需要把土层往下挖掉1层，把贫瘠的土壤挖掉。最后土层的高度最好比水泥硬化部分低2到3英寸，给后面铺营养土和草卷留下足够的空间。把这个上面的那些土不太好的土给移到这个山坡上去了。把多余的土铲掉之后，再把土层往下挖松几英寸，这样可以让新的草卷的草根可以更容易的往下生长。那这个地基本上就做好了铺草坪的准备了。铺草坪的第2步就是改良土壤，最好加入1至2英寸厚的种植土。前2天我们已经从园艺店买好了土，就是比较有营养的土，这样呢有利于草的生长。这不仅给土壤加入了更多的有机质，增加了土壤的肥力，而且起到了吸水保水的作用。我用的是从园艺店买的表土和肥土各占1半的种植土。种植土要尽量的摊开，厚度尽量做到均匀。250平方英尺的土地，我大概加了4车半的土，平坡厚大概是1英寸厚。然后用耙子把种植土和之前挖松的原土混合在一起，使表层几英寸的土变得更加疏松，这样新铺的草卷的草根就能不费力的继续往下生长，扎根更深，长得就更好。要用这种耙子来耙。把土混合好之后，再把土层耙平整。昨天已经把营养土加好了，今天呢他们就要把草皮送过来，所以呢我要在他们送草皮之前把肥料撒上。这就是第3步，撒肥料，这样呢有利于新的草皮的根能够吸收到更多的营养，就长得更好。这是呢牛问了卖草皮的公司，然后他们建议给买的这肥料，一种是这个 All Season No Fertilizer， 这个是要等到草坪长了2个月之后，修了2次之后，然后再施的。这个是现在就马上要施，今天我就要把这种肥料，这种 starter 这种基础肥给施上去。这个肥料是28美元一袋，还可以留着以后用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施肥吧。对这个新草皮来说，是每1000平方英尺是3到5磅的肥料。老牛说我们这个大概是250平方英尺，那也就是说不到1磅的肥料。还有呢，因为我加了1层营养土，所以这个肥料呢可以稍微少施一点。如果施肥太多的话，也会容易造成肥害，就会容易烧根啊，就是不利于这个草的生长。这是我们家的播种机，我称了一下，就这么一点肥料就将近1磅了。我建议大家用这种播种机施肥，肥料可以撒得更加均匀，不至于有的地方厚，有的地方薄。肥料撒好之后，再用耙子轻轻地把肥料和土壤混合在一起，这样草卷铺好之后，草根能够很快地够到肥料，但是又不至于烧根。把整个地块的土耙平，稍微压实，不用压得太实，踩上去有一点点脚印，但是不会陷下去。如果土层太松，后面铺设的草卷就可能塌陷。只有土壤平整的压实了，草卷铺上去才能和下面的土壤紧密贴合，不容易鼓包。在这里呢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铺草坪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经验。就是我在有的视频里看到，就说要放那个
garden lime， 就是那个石灰，这是花园专门用的一种石灰，主要是对于一些酸性的土壤用的。所以呢，你在用这个 garden lime 之前呢，你必须要测一下你的土壤，如果它的 pH 值是小于6的，你就需要加些石灰；如果是在6和7之间，那就没有必要了。如果加的石灰太多了的话，它也会对这个草皮的生长是有害的，所以呢，不能盲目的撒石灰。如果你的土壤是偏酸性的，需要施那个石灰的话呢，最好是在施完石灰之后过2周，然后你再施肥料，然后再安装草坪。因为你施下石灰之后呢，它会让你土壤中的氮啊流失，也就是会让肥料失去它的作用，所以最好是要间隔2周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掉进这个坑，不要不管3七21全都施上石灰。我首先是问了一下 AI， 他说我们这个地区的土壤啊，这个 pH 值不是太偏酸性，所以 AI 建议我不用撒石灰。卖草皮的公司也说不需要撒石灰。刚才那个人把这个草皮给我们送过来了。哦，他开了一个这么大的车，这上面全是草皮。这就是我们家的草皮，这些草皮共花了370美元。第5步就是铺草卷了。铺的时候，草卷与草卷之间要尽量的贴紧，尽量看不到缝隙，但是也不要重叠。因为草皮铺好之后会收缩，贴得越紧，缝隙越小，出现干枯的可能性就越小。在2排草卷之间要错开铺设，就像铺地砖一样，铺出花纹。因为草卷铺设之后，水分蒸发处会收缩，错开铺设的话，这样接缝的地方就不是十字形的，缝隙就更小，草就更容易长得好。天气太热了，这是电解质水，喝了之后不容易中暑。137，我刚才量了一下，发现一个问题，如果从那边一路的铺过来的话，到这里就会只是一半，而且那这里不太好看，所以我准备还是从这边开始铺，然后再铺到那边，这样可能比较好看一点。边边角角多余的草皮要用美工刀切割下来，比如边缘的地方。这边多了这么一丢丢，给它修掉了。比如浇水系统的喷头处，也要把多余的草皮割掉。喷水的喷头给它露出来。现在草坪铺完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了绿色就是感觉不一样啊，比那个灰头秃的土地要漂亮多了。草地现在铺好了，第5步就要把它压实。因为他们一般都是用那种滚筒，里边装的水的滚筒来压，但是我们家没有，也没有去租。我就采用了一种简单的办法，就是往这个圆筒里放一块很沉的石头，然后把草坪滚一遍，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。就是尽量让所有的草地都贴紧下面的土，让它容易不要长根。如果中间有鼓包的地方，那这个草就长不好了。草地终于铺好了，第6步也是最后一步，就是浇水。我们那个喷淋系统坏了，所以呢我就手动浇了。老牛在上班，等他下了班再把这个喷淋系统修好，就可以自动浇水了。第一次浇水要浇的多一点，浇大概1英寸这么深的水吧。但是因为我们加了营养土，为了不把营养土冲刷走，我们采取了多次浇水的策略。前1周每日浇水3次，每次15分钟；第2周每日浇水3次，每次10分钟；第3周可以减少到1到2次；第4周每日浇水1次即可。草皮铺下去后第10天，如果你去抓草皮抓不起来，就说明草皮已经成功的扎根了。我们的草坪已经铺好了10天了，这个草已经长得很高了。看这个草长这么高了。这里是之前2个草卷接缝的地方，现在已经低不起来了，说明这个草已经扎根了。看来这个草种的还是比较成功的。另外，刚铺完的草坪不要急着修剪，一般是3到4周之后开始第1次修剪，3个月之后就可以在草坪的表面施肥了。
关于铺草坪的攻略就分享到这里，下一集我们将分享铺设草坪旁边的过道，请记得关注我们哦。